大家好，我是多马行为，今天我们来讲《电锯人》第2季的18话。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请帮我点到3000个赞支持 UP 主一下吧。上回说到，三鹰将祸不单行，被困在水族馆里的同时又遭遇了社死事件，导致他最后心态彻底炸裂。随着时间的推移，绝望的气息也在进一步的蔓延。水族馆的走廊里随处丢弃着被喝完后的空瓶子，三鹰将像个准备入殓的尸体一样躺在过道的中央。和克克里的时间停止不一样三鹰将所处在的空间虽然是被定格在了某一秒，但是这个无尽的水族馆里，除了人类以外的各种生物的机能还是在正常运转的，就连水池中的鱼也因为长时间得不到新鲜的氧气，全部都死翘翘了。之前那个还态度嚣张的臭屁社长现在也变得无精打采，坐在地上开始不断的碎碎念，要不是你把手机摔坏了，我们早就得救了，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三鹰将现在已经没有心情跟社长在这拌嘴了，但是他突然想起，你上次不是说你是电锯人的吗？你快来个变身救我们出去不过社长好像完全忘记了自己是电锯人这回事当三鹰将问起社长的胸前不是有个电锯的拉环吗？后者才道出了一个更加令人绝望的事实那个拉环那是我做手术装上去的，我是个屁的电锯人此话一出三鹰将直接来了个垂死病中惊坐起你说什么？搞了半天你不是电锯人然后社长就开始自言自语的显摆起了自己的成就我可是电锯人全球后援会的高中生支部长电锯人大冲浪智力竞大赛的冠军获得者，还有电锯人的周边我也是全部都有在收集的哟，所以你会把我当做电锯人也是情有可原的啦三鹰将虽然身体看起来相当虚弱，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他想杀人了你在说你妈的？那之前要不是你自己主动承认了你是电锯人，那谁会平白无故的相信你面对三鹰将的责问，社长先是一阵沉默，之后突然发病我要是电锯人的话，我早就逃出去了，难道还在这里欣赏你躺尸社长他不断的在狂笑，最后甚至变得神志不清，已经开始向电锯人求救了救我电锯人，求求你了，来救我吧！你真的是太天真了，你没看过电锯人的漫画吗？这电锯人一向都是只救女生的不过看着社长涕泪横流如同小丑一般的表情我还是忍不住想问一句，社长你现在感觉如何？感觉如何呀？另一边呢，作为2个见过大场面的老油条，电池和章鱼哥还是非常冷静的。章鱼哥询问电池可有妙计破敌否？电池呢则是无奈的表示，这个永恒恶魔学聪明了，上次是他主动出击了我才能杀他，这回我找了半天连根毛都没发现，怎么动手嘛？随后电池又问章鱼哥有没有对策，只见章鱼哥笑眯眯的拿出了一部手机，他说虽然我也有带手机啦，但是这个空间里电话是打不通的，而且时间大约已经过去了3天也没人来救援，所以章鱼哥判断他们一定是处于某个时间停止的独立空间里第一步的时候，电池他们在永恒的肚子里也差不多待了个3-4天的时间，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已经接近他们的心理承受极限了。小小和2代早已神经错乱，开始狂舔玻璃了。另一位独眼万豪也是对着空气在不断的挥拳。等一下，这不是队长吗？ I can do this all day。 就在这时章鱼哥突然毫无征兆的说了一段莫名其妙的话。他先是看了一眼电池，然后自言自语的说道：电锯人就不能吃掉吗？死之恶魔。虽然一旁的电池听的是一脸懵逼但是在看漫画的观众们应该早就开始疯狂猜谜了吧？这里提到的死之恶魔，莫非就是天启4姐妹的最后一位吗？
章鱼哥主动提到他，难道表示十只恶魔就是章鱼哥的幕后老板吗？而吃掉电锯人这句话又是个什么意思？难道说还有其他的恶魔拥有和电锯人一样吞噬并且抹除的能力吗？抱着一大堆的谜题啊，镜头直接跳到了下一个时间点。章鱼哥走后，电次看着埋头坐在水池里的山鹰酱，出于好心啊，电次询问了山鹰酱的状况。山鹰酱表示自己都快饿死了。电次有些不解啊，这才几天啊，不至于吧？这不是有烤鱼可以吃吗？然后山鹰酱就把自己不吃鱼的设定又给复述了一遍。接着山鹰酱居然开始一边抹眼泪一边向电次道歉。我靠，这就是所谓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吗？他内疚自己把电次这种无关人员给卷进了事故，甚至还打算要把电次做成武器。不过山鹰酱终究还是没能对电次出手啊。他绝望地说道，自己一直以来都是这副德行，因为害怕在关键的时候掉链子，所以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苟活着。面对要做出选择的时候，也从来不知道要怎样做才是正确的。也正是因为这种犹豫不决啊，才致使山鹰酱变成了一个无趣的女人啊。说完啊，山鹰酱本想继续埋头自闭，结果他用眼一瞄，耶嘿，电次这个逼怎么也跑进来了？哦，原来是之前隔着玻璃说话根本就听不清嘛，所以才专门跑进来的。我靠，那老子之前那些有感而发不是全白说了？虽然这段是比较走心的感情戏码，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要吐槽，这个破水池都3天没换水了，早就臭了吧？你们两个居然还把裤裆坐在水里面，是真的不怕被感染是吧？山鹰酱完全没有想到啊，电次居然不计前嫌，一点都不排斥他。他一时间表情有些木讷，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而电次不知道从哪里掏出来了一只派大星，表情异常邪恶的坏笑道：你不是不吃鱼吗？那海鲜总可以尝尝吧？真的牛批！原来之前山鹰酱的海洋知识科普电次都有在听是吧？现在啊，他终于找到了机会，要强行为一个懵懂无知的女高中生是神秘又邪恶的海洋触手生物了。本话结束。